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专门分享未来趋势与最新科技的频道。想象一下，你手中的智慧型手机，里头储存了你所有的珍贵回忆、工作资料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些数位记忆其实非常脆弱。传统硬碟有寿命，固态硬碟 SSD 也有写入次数的限制，甚至云端储存也需要不断的迁移与维护，才能避免数据遗失。我们的数位足迹似乎注定要像沙堡一样，终有一天被时间的潮水冲刷殆尽。但如果我告诉你，有一种科技能让你的数据永生，甚至储存100万年呢？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项技术的核心，竟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脆弱的材料——玻璃。玻璃硬碟这4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矛盾体，对吧？玻璃不是一摔就碎吗？它怎么可能成为比金属更坚固、更能储存海量数据的未来载体？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，但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项颠覆性科技的神秘面纱，一探究竟。它到底能实现数据永生，让我们数位记忆不再消失吗？这正是我们今天所有问题的核心悬念。要理解玻璃硬碟为何能带来数据永生，我们首先要区分2种不同的玻璃储存概念。当我们谈论玻璃硬碟时，其中一个方向是传统机械硬碟 HDD 的玻璃碟片进化。传统硬碟的储存介质，也就是那些圆形盘片，通常由铝合金或陶瓷制成，但这些材料在高速旋转时会产生微小的振动和热变形，这限制了数据储存的密度和读写的精确度。然而，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把这些盘片换成一种经过特殊强化处理的玻璃呢？这可不是你家窗户那种一敲就碎的普通玻璃，而是一种在智慧型手机上常见的、极度坚韧、表面平滑到不可思议的特种玻璃，就像是手机荧幕上的大猩猩玻璃一样，耐刮、耐摔。全球硬碟巨头像是 Western Digital 和 Seagate 都已经在研发和测试将这种高强度玻璃应用于硬碟碟片。这种玻璃碟片有什么优势？首先，它比传统金属盘片更硬，硬度越高，盘片就能做得更薄，转速更高，同时振动更小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同样的体积内塞入更多的储存碟片，大幅提高单颗硬碟的储存容量。其次，玻璃的热膨胀系数非常低，即使在高温环境下，盘片也不会轻易变形，大大提高了数据的稳定性和可靠性。这些特性让传统的机械硬碟在 SSD 几乎主宰消费级市场的今天，仍能找到它在数据中心和云端储存领域的返老还童之道。目前，这些玻璃碟片已经进入实验室测试与原型生产阶段，特别是与热辅助磁记录、Hammer 等新一代记录技术结合，渴望将单碟容量推向惊人的50 TB 以上。但是你可能会问， SSD 不是更快吗？为什么我们还要这种返老还童的硬碟？原因很简单，成本和长期储存。 SSD 虽然快，但单位储存成本高，且长期保存数据存在数据漂移风险。而机械硬碟，即使是玻璃盘片，其单位储存成本仍远低于 SSD， 且在可靠性上，玻璃碟片为数据长期保存提供了更好的物理基础。不过，当我们谈到数据永生和100万年储存，我们就必须提到另一个更具革命性的玻璃储存概念，那就是微软 Microsoft 的 Project Silica。 这项技术与前面提到的玻璃硬碟有着本质的区别，它不是在玻璃盘片上进行磁性记录，而是在一块指甲盖大小、仅几毫米厚的石英玻璃内部，透过飞秒级镭射进行多层次、3维度的数据写入。想象一下，这就像是把数据用肉眼看不见的微型镭射笔，一点一点地烧刻进一块坚硬、透明的方糖内部。而读取时，则利用显微镜和 AI 演算法来识别玻璃内部被镭射改变的折射率，从而读取数据。这种方式彻底摆脱了传统机械运动和磁性记录的限制。微软已经成功地将电影《超人》的完整版本，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珍贵资料，存储在这类玻璃方块中。Project Silica 的技术突破点在于，它利用光学物理原理和石英玻璃极其稳定的化学特性，让数据储存在一种几乎不会被时间、温度、湿度、磁场甚至强酸腐蚀的介质中。微软宣称，这种技术可以让数据保存高达100万年。
它目前已成功从深埋地下数千年的火山灰中读取数据，并通过了将玻璃浸泡在沸水、微波炉加热，甚至用钢丝刷摩擦等极端测试，数据依然毫发无损。那么，这个100万年储存的技术和我们说的玻璃硬碟到底是不是一回事？答案是，它们都是利用玻璃作为储存介质，但原理和应用场景不同。玻璃硬碟是现有 HDD 技术的进化，追求的是高容量、高密度、低成本的现役储存，而 Project Silica 则是全新的长期归档储存解决方案，目标是那些需要千年万载保存，但读取频率不高的数据，比如国家级档案、基因库、历史文献等。微软 Project Silica 目前处于先进实验室验证阶段，距离商业化应用还有距离，但已经证明了其概念的可行性与巨大的潜力。这两项玻璃储存技术的发展，将对我们的未来生活产生难以想象的冲击。在未来5年内，我们可能会看到，首先，云端储存将变得更便宜、更安全，大型数据中心将能利用玻璃硬碟来储存海量数据，降低能耗和维护成本。而像 Project Silica 这样的归档技术，则会成为云端后台最深层、最稳固的时间胶囊，用来永久保存那些数位文物。其次，数据永生将从科幻走入现实，人类文明的记忆、重要的科学数据，甚至个人的数位遗产，都将有机会突破介质的寿命限制，真正做到千年不坏。你的曾曾曾孙可能真的能读到你现在留下的数位日记。第三， AI 与大数据的发展将拥有更坚实的基石，更密集、更稳定、更耐用的储存技术，将为未来 AI 训练模型和分析天文数字般的数据提供更可靠的后盾，减少数据遗失和损毁的风险。然而，当数据可以永生，我们人类的时间观又会如何被颠覆？数据的永生是福是祸？谁来决定什么数据该被永久保存？这些都是科技进步所伴随而来的伦理和哲学叩问。这项科技不仅仅是硬体升级，更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待数据与时间的彻底重塑。脆弱的玻璃如何成为比黄金更持久、储存100万年的不死数据载体？这不只是一个技术奇迹，更是人类对永恒记忆的终极探索。它会彻底淘汰 SSD 吗？在可预见的未来，并不会。SSD 依旧会以其高速的优势，活跃在消费级和对速度要求高的应用中。但玻璃硬碟和 Project Silica 则分别在成本效益和数据永生层面且不可复写，为数据储存的未来画出了一条全新且令人兴奋的道路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千万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未来趋势的最新消息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。